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那好，我们快速回到比特币盘面。今天我们用不同的形式解读现在的行情哦。我跟我的学生小石一起来把这个盘面进行交易的复盘，以及未来交易的计划综合的应对策略讲给大家听啊。那好，小石先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晚上好，非常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现在的比特币行情。那好，小石，那你就回顾一下你这段期间昨晚到现在你是怎么做的交易，你来讲。好的，昨天晚上我在这个65300，第一次在65300附近开了一个空单。怎么看的呢？什么想法？当时首先是它前面这段下来之后，从73000到这个60800左右，这个我给它视作成它大周期的，可能是这是第一浪下来了，然后上来回调至68200附近。你等一下啊，你说是第一浪下来了，它是以什么形式下来的？从73800到61000这个位置，以什么波动形态下来的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 ABCDE 的下来啊，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 ABC 的下来。你等一下啊，我画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好。ABCDE 是从哪儿到哪儿？A 浪是73000到64800，64600，这是 A 浪。然后 B 浪理论上来说，它这个时间范围稍微短了一点，我画的，但是它的空间是足够的。然后 B 浪是从这个64600到69000，然后69000到60600，这是 C 浪，我是这么画的。等一下啊，你 A 浪是到65490还是64000多？64000多。A 浪是这儿，完了 B 浪呢是从这儿到69000这一附近，对吧？对，稍偏高一点那个，还有两根吗？不是？A、B、C 上来，然后 C 浪，形态也很。C 浪是到哪儿？C 浪是直接到底点60800附近那个位置。那 D 浪呢？咱现在说的是 A、B、C 啊，你现在说的是 A、B、C 啊？那好，知道了，对我理解错了啊。然后比较符合这个535的这个形态。然后如果说是 ABCDE 呢，那就是从73900高点到65600，这是 A 浪然后呢？然后 B， 然后从65600上来到70800这一线这是 B 浪。对， C 浪下到刚才说的64700这个位置。然后 D 浪上来有点变种，它超过之前那个高点了，到这个69000。然后继续最低点，最后一浪下来，对，到底点。也就是这两种可能性。然后你接着讲。然后后面这个也是其实一样的，从这个60600到64500左右 ，A 浪 ，A、B、C 上来知道了，这个比较明显，没有太多可说的啊。然后呢？对，我看的时候想法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它前面无论是3浪 ABC 还是5浪 ABCDE 下来的话，它中间这个3浪来说，我给它看作单独的一浪，前面看作一个单独的一浪，就是大级别的 A、B、C 回调，或者说
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，不是说一定的，有这个可能性。好，然后我昨天开这个单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在想这个问题，它是不是继续进行一个1、2、3、4、5的下跌，或者说一个因为前面如果看成5浪的话，那可能就是5、3、5，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开空单，把前面好，目标位是多少？我最开始的目标位看的比较低，看到这个58000线之下。啊，好，明白了。不管它是 A B C 下来还是 A B C D 下来无所谓，就是大概齐走到57000多、58000这个线，对吧？那也就是整体大的 A B C， 管它是535的 A B C 还是333的 W X Y 无所谓了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啊？对。所以你在这儿，昨天是在哪个位置？在65600附近开的空单，对吗？我第一次是65200多300啊，65300附近。然后止损位呢？我止损位放在当时我不是第一时间在这根上来之后立刻开的，它是上来之后往下走了我才开的，然后开完之后我就把止损位放在前高点多了200点，但是很快就给我破了。昨天凌晨0点这根最高不是走到65863吗？我当时开完单之后把止损位放在65900 65950，就是比这个高一点点，然后它第二根给我破掉了，第二根做了一个十字星，然后紧接着它破掉之后，这个十字星形成了之后，我的止损被打掉了，然后我看后面的 K 线形态，它已经出现十字星了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小的见顶，然后我就继续做了一张空单，是这会儿开单位差不多是在65500左右，不到65600，然后一直到晚上，我把移动晚上它下来的时候2点左右吧，3点应该是3点多一点，它下来了，我把移动止损位就调到这个我的成本价附近了，因为它这根红线这个阴线已经下来了嘛，然后我就调完移动止损位睡觉，早上起来差不多是在11点左右起来的，它这个位置向下似乎还有向下的力量，然后我把移动止损位调到了前高点差不多是64500附近，我当时调的是64300，我多锁了一部分利润，好，然后紧接着从这个12点开始，它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，反弹之后，很快就给我打掉了，到这个3点多应该是给我打掉了，就3点多上去，但它上去一趟其实还下来了，下来的时候它破完我移动止损位之后，我看它这个 K 线形态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，就感觉向上的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大，然后我就不是，就是这在3点这根它向上不已经有出现这个阳包阴了吗？然后我当时是开了一个这个多单，但是当时心里出现了一些变化，一些浮动。就如果我是这么考虑的啊，当时心理变化是什么呢？如果它是这一浪从底点62200附近上来到65900，就是昨天晚上的高点的话，如果这是一个 ABC 的形态，它继续往上走，比如说。因为前面我画的也是一个 ABC， 或者说是还是123ABCDE 的下跌，就从这个68300到这个62300附近，这个有像 ABCDE 也像 ABC， 这个现在不能咬死，就是也可以说535或者是还是535或者335，我还是看这样的一个回调，然后它是从低点上来，我看大级别从60900、60600，到这个68000，我把它视成就是第一浪 A， 然后从这儿下来 B， 然后中间这个多半是3浪下来，如果这么看的话，因为如果波动理论，咱们中间这一浪是没有这个5浪的，3浪下来，然后继续往上走是 A、B、C 上来回调，我是这么看的 A、B、C。
从60600到68000附近，这是 A， 然后下来 B 到62200附近，然后 C 浪再上来。我考虑了一下这个首先今天是周末，然后其次呢，它向上的空间有点大。如果说这个空间这么大一块空间，它需要用什么样的量能，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状态能直接穿上去？所以说我当时心里给自己就是打了一个这个否定，打了一个小否定，因为它要穿的话，少说，我看的位置在66500附近，穿到这个位置，它才像是一个 ABC 的这个往上走的这个浪。然后我当时感觉这个单子而且它当时放量放的其实不多，我就把这个单子平掉了。平掉了，基本上就是成本价离场了，心理波动。说白了，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大的就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考虑的 A、B、C 反弹到7万的可能性，是不是还是不能排除，对吧？不能排除，对。所以说你看，你做了这2单，对吧？从昨天晚上直播到现在，还有吗？还有其他单吗？没有。这2单说白了，你还是在做1小时时间级别，对吧？是。但实际上你的止损幅度跟你的止盈幅度是15分钟甚至是5分钟级别的，这个是你的老毛病啊，放的比较近。你的老毛病，实际上你是看着1小时线在做15分钟甚至5分钟级别的交易，这是你没意识到。因为你要是1小时级别的话，就应该吃大的段儿，也就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至少吃61000附近到68000附近这种波动，你得吃到。然后目前你无论是哪一种波动状态，关键位只有价格成交量密集区这一线67000，现在是这一线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下方，就刚才你说的，如果它是 A、B、C 大的下来的话，下方57800附近，这边是一线，还有一个是上方7万整数关口，还有下边的6万整数关口，也就是这几个点。所以你最近一直在相对高频交易啊，多做一些单子没有问题，只要不亏钱就可以。你等于是在强化你的交易实盘的应对能力，以及对波动理论的这个实战应用。所以说这个都无所谓，赚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亏钱就好。然后那未来你是准备怎么应对？未来现在有这几种看法，一种是它如果向上冲，能冲破之前的这个前高68000、68200、300的附近，我会在这个地方准备去做一个空单。如果它冲的位置稍微高一点，能到7万附近，那7万这个单我可能会加大一些仓位，在7万附近的话，因为就很像这个大的级别的这个 ABC， 然后可能它是中间这个 B 浪形成了，我会在这做一个空单。但是也不排除有什么可能呢？就是他在这儿做一个到68000附近做一个大的这个震荡，也有这个几率，因为他这个位置不是很好，现在这个位置不是很好的开单位置，我觉得，然后我会稍微等一等，等到一个是上线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他现在连就是昨天晚上的高点都破不了。因为它这一段也有可能做一个 ABCDE 的小的范围的震荡，也有这个可能。如果它这个位置都破不了的话，我会在这个位置继续做一个空单，就是差不多昨天附近这个66000附近这一线继续做一个空单，这是我现在的2个空单的想法。然后多单，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波动形态没结束，我现在不会轻易做多。做多的话，可能要考虑是不是有真的，比如说突破7万站上去，那可能说
回调已经结束了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的一个变种的向上的一个推动浪，那我会去做这个多单。如果它这个到期完线有很大阻力，或者说很明显的回抽，那我绝对不会在那个位置去做多单的。现在我的想法是以空为主，然后多单的话，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吃小波段的，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这个位置，它到63600附近，或者说63700，应该是63700，我这个有点小，63700附近做多单上来。我以前特别喜欢吃这种单子，但是这种短的就是完全，首先第一点咱们考虑趋势，然后第二点是这个波动形态，这段的盈利空间其实也非常非常小，所以说不考虑在这个位置做多了就。好，不做太短的波动。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对你来说，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？做交易还是说我现在的策略？就无论是交易还是策略。我这2天也有这种感觉，老师，就是我的这个止损位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有的时候放得太短，做的这个级别跟我的想法不是一个级别的对，错位是吧？实际上你是做了大级别的交易预案，但是你的行动策略上是次级别甚至次级别小级别的这个止损进场，对吧？止盈。对就是错位的，所以有些方面来讲就是不太熟练。所以说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对这个波动有点太细了，可能也是因为你刚学，然后应用开始得到甜头，然后你想深挖这个东西导致的。所以千万不要掉进这个波动的怪圈里头，它只是可能性，我们找不到标准答案，永远都无解。就即便是过了，行情都出来了，你再推演后边的，照样你也不知道从73800掉到60900附近，它到底是 ABC 下来的还是 ABCDE 下来的，不确定，确定不了。所以说不要过度的沉迷于这里头，掉进这个漩涡里头，不要这样。所以把这些全部删掉，然后干嘛？就关注这个下降趋势的通道、趋势线以及关键的阻力支撑位，然后根据这个选择择机入场点位。简单一点，化繁为简，交易策略一定要简单明确，然后对了就吃，错了我就止损出来，然后再看，就回归初心，回归最简单的原位。交易策略要太复杂，你就没法做单了，你的想法就会总变，也就是也会出现熵增变化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一定要化繁为简，这个是一。还有一个，你的单开仓了，止损位挂完了，这个时候干嘛？可以往祖坟上刨啊，无限的复杂都可以去分析这个 K 线，画波动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不要影响你现在已经开仓先前做好的这个交易预案，不要影响到，每单跟每单之间任何关系也没有。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复杂化的去研究 K 线，就是为了增进你的 K 线分析逻辑能力，为了以后的应对。所以说我在中午做的行情解读，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，就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很有可能出来 WXY 的可能，就是 Y 浪做三角震荡。对，那如果说 Y 浪三角震荡的话，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。说白了，那很有可能调整结束了，完全有可能。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？破前高73800。所以说这个位置，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，完全可以开多，下边设止损，止损可以设的稍微长一点，设在哪儿？设在62000以下。原因是什么？假设它是三角震荡，那它就大概率不会破这个62198这个位置，应该不会破，所以比它
再往低一点放止损位，然后看哪个空间不是看到7万，也不是看到6万6，不是的，直接看到73800破位破前高。所以这个位置先挂止损，一旦它要是上来了，在成交量价格成交量密集区67000这一线的时候，你可以立刻把止损位抬上来，抬到你开仓价以上，然后这单止损至少不亏钱，然后就等着。如果它突破价格成交量密集区这一线67000踩上去了，你就可以止盈一点，锁定一部分利润，无论是一半还是25%还是30%、10%都可以。然后接着调整移动止损，根据 K 线的形态、斐波那契等等，应用所有的 K 线分析方式以及辅助指标来应对，继续应对，甚至可以加仓都可以，或者是反手都有可能，不一定，根据这个实盘来变。行情是动态的，所以说你的应对也得是动态的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啊？明白。所以说这只是仅仅是一种可能，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哪种？午间行情说了2种 WXY， 还有一种下来的，下来的就是哪种？直接 W， 然后不是 W 是 AB， 错了啊，这个不应该是 WXY。 A 浪从73800掉到60900附近，然后 B 浪是三角震荡，然后再接着往下掉，那掉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，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它有可能怎么样 ？A、B、C、D、E 目前可能结束 B 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变盘点，无论你做空做多都有机会。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？理解啊，所以觉得这个概率好像要稍微小一点啊，这个概率稍微小一些。所以说我们根据目前我们简单你我都做了 K 线分析，有多少种可能啊？就即便是概率高，也是我们一厢情愿认为的高而已，不见得它一定会那么走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说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预案当做我们实盘应对的策略行动，同样都是什么？提前设止损，然后等。你刚才说了啊，你的计划如果要不给我想要的位置，那我就等。好，非常好，要的就是这个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空仓等，合约就是这样啊，等都不会，你是不可能稳定盈利的啊。只有赚高概率的钱，低概率的事儿我们根本不参与啊，这个一定得秉承贯彻到底。然后其他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的实战训练也快结束了，讲一讲跟你以前的工作、职业生活跟交易有什么认知上的变化，以及你行动思维上的变化。以前觉得交易是什么呢？单纯的一买一卖，你买我卖，然后我从中获利，或者说我卖你买，反过来我从中获利，这是交易。实际上，从我的现在复盘之前的人生来说，我觉得人生100%都是交易，无论是你谈恋爱，还是说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交易，只不过获得的这个东西跟你付出的东西不一样，交易成本不一样，这是主要的问题。然后以前我也有这个创业失败呀，包括以前也上过班啊啥的，这也有这些经历。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跟咱们做交易是一样的，
没设止损位嘛，你没做风险评估嘛，所以说你才会赔得一塌糊涂，赔的顶掉嘛。然后如果说从交易的角度来说，我之前健身房，我之前做健身房的，然后在里面做销售，有一个这个健身房从辉煌1浪上来到2浪回调的过程，简单聊一下啊。我们那个健身房是从17年开始做，一家店我没参与，我是从第2家店开始参与的。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复利模式呢？什么样的一个滚仓的模式呢？我开了一家店之后，我用1到2个月的时间把这家店的成本赚出来，然后迅速选址做第2家店，就是把这个资本金等于说把你的资本金扩大了，滚仓了，这是咱们做交易里的常说的加仓了，滚仓。然后到这个程度之后，2家店效果都不错，就像我们在交易中盈利了是一样的感觉。我连盈利了2单，我的手里的这个钱变多了，然后我继续去复制，我觉得我之前走的路是正确的，然后我无限去复制，然后到18年年底19年中旬的时候，18年年底到19年中旬的时候，我们当时那个健身房连锁品牌已经做到12家啊，复制到12家健身房，然后每一家健身房基本上都是这个逻辑，开业1个月到2个月，直接把这个成本钱，因为他投资也不是特别多，就把这个成本钱直接赚回来，然后再筹备下一个店，新店的选址，很快也就差不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，从第一家开完之后开始盈利，第2家开完，然后之后疯狂复制，结果19年年底遇到疫情的时候，一开始所有店都在支撑，就比如说现在这种行情。好，铁，我打断你一下啊！你刚才说了，第1家店开始就已经盈利，实际上你们是盈利了吗？问号。实际上你们没有盈利啊！刚开始实际上你们是负债，什么意思？对，第一，投资店的这些所有的人员开销、店面租金、装修这些所有的一系列费用，这是你们的前期成本，对吧？运营成本。然后你们刚开店完了，直接就卖卡卖会员，这种钱是赚回来了收回来了，但实际上这个钱是你们在掌控，但是你们在欠着这些购买你们产品这些人员的服务，你是欠着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白了，你们是在负债，顶多就是保本的状态，而且你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们要支付店员这个开销，所有的人员成本，还有店面的租金，还有面向这些客户的服务，你们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啊。所以说不见得是盈利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冲昏头脑连续复制粘贴了12家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后来你接着讲。然后紧接着到疫情那个时候就别说健身房了，咱们都在家里捐着，健身房更没有营业的空间了，也没有这个营收的空间了呀，它不赚钱了呀。然后挺了大概半年左右，就比如说啊，刚才我说，比如说咱们现在走到7万3，然后结果到这个位置到6万0900，这可能是疫情的第一段啊，20年21年的状态，然后小幅回调再下来，因为23年一直到23年。还正式解开嘛，尤其是东北，我在东北这头是挺严格的，老是出问题。这个时候老板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去卖店了，因为这个店的房租，人家商场是不给你减房租的，没有这个说法。人家是商业性的，不可能去随随便便给你减房租，而且你每个店房租都是几万块钱，那么多店，你每个月要承担的成本就非常高，老板顶不住了，开始跟这帮有几个股东开始商量把店卖出去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离开了这个健身行业，卖到什么程度？卖到最后剩4家店，其中这4家店有一家是在22年年底新开的。他是怎么新开的呢？是把之前的店卖了一部分钱，他新开了一个店。新开这个店的目的就跟咱们，比如说我现在止损了我现在已经就像我昨天晚上的单子一样，我在这个位置已经止损了。6万多少来着？6万5900附近我止损了，然后结果我再开一单空单，一个性质，他继续干了一家店，然后
想依靠这家店继续去维持营收，然后一直到疫情解开到现在啊，这4家店还是这4家店，就是最老的这4家店，最开始的这4家店。然后再也没有再复制过了。可能老板也心里开始想了，控制风险，然后如果再来一次大的，能不能顶住？因为中间确实这个过程其实赔了很多钱。为什么？首先咱们从粗略的这个计算啊，12家店，你卖出去了8家，卖出去8家，等于说你亏损了70%啊。如果从这个大方面来讲，小方面来讲，更细讲呢，首先你的人员流失，你会流失非常多的人才。其次，你之前的那些销售很多都不跟你干了，人家疫情的时候肯定要找别的路子谋生啊。人员的流失，再就是你中间你扛的那段时间，就像比如说疫情最难的阶段，附近做多，然后结果一直到60900，他一直在扛着单，这段亏损一直在扛，也就是时间机会成本。对，时间机会成本，包括你的房租肯定是还是该交的，你可能扛了一段，最后扛不住了，直接比如说啊，我现在扛到6万5，然后啪上去了，然后又跌到60900，那最后跌的这段你已经顶不住了，你就给他买了。其实逻辑是一样的。实际上你们老板笨，就是按中国所谓的商业逻辑就笨在哪儿？完全可以怎样操作？第一家店做完了以后收回成本，然后有了一定盈余以后直接卖掉，然后再做第2家店。好多美容美发健身干的牛的，这个牛带个引号啊，有点缺德。好多中国人都是这么玩，一家店干活，钱会员收进来，然后非常高的价格转让出去，然后自己换一个地儿，再重新搭伙再来一下，然后把自己的团队建设的特别好，然后一直复制完一个城市跑到下一个城市继续干。这样的话说白了，你是精装上阵，你永远都是只开一个店，短暂的开，资金周转率特别快，然后你是铁打的营盘，铁打的兵啊，团队顶尖人才会越来越强，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啊？明白。然后继续复制。不跟这种方式就跟咱们做山寨币或者说现货很像。其实我买到这个现货了，涨上来了，我先把我的成本抽回来，但是手里的币还留着。对，比如说我正常抽回成本，抽了70%的成本，就是所有成本抽出来之后，卖了70%的币，因为它涨了嘛，我手里还能留个30%的币，这是我的利润了。然后我再去拿这个成本再去，可以说等它跌下来我再加仓啊，这种模式很像。要不说人生处处是交易嘛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把交易学会了，做好了，你的人生观三观都会变，线下的实体经营你也会非常牛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因为这些东西你要不明白不懂没掌握到的话，你的交易不可能变好。但是你把交易做好了，这些自然大的逻辑底层的核心要素都会明白，然后无论是做线上还是线下，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实体经营，都会事半功倍。你能抓住核心，一通百通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啊？核心逻辑还是人性跟钱跟交易。那好，今天晚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我跟小石进入私聊模式，再见。